大家好啊，我是优步。今天啊，我们把整部心经的解析浓缩一下。我们知道心经头一句话是谈观自在菩萨，很多人把观自在菩萨当成是观世音菩萨，其实啊，这是错误的。心经毕竟不是谈观世音菩萨，当然凡所有的菩萨，我们可以说都包括在内。而且所有的菩萨，他们都是具备怎么样的开始着手，而后怎么样的去认识自我，突破自我，达到这一种菩萨的境界，当然到最后增上为佛陀的境界。那我们每一个修学菩萨法的人啊，于身口意以及于自我，该如何达到这种自在解脱的境界呢？要怎么样去做呢？首先啊，我们就要谈到这个行的问题了。行，当然我们讲就是修行，可是修行根据身口意，它是来自那个人的自我。人的自我啊，就是一个主宰的能力，这种主宰的能力去引发我们身口意的行为。唯有具备智慧，你才能够使你的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意念的行为得到。我们要了解身口意啊，会造作，但其实啊，它也会修行。因为我们都知道，造作是随业而转的，而修行成道，它是根据佛陀的道理方法而来行为，这是最大的差异。所以啊，我们要能把握眼耳鼻舌身意这几个根本，因为它相对的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沉静。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身体的行为，有言语的行为，有意念的行为，是关系到外面的色尘缘境。那这些色尘缘境啊，就会引发我们的意念而产生一种变化，因为这一种变化，它就会促使我们的根去造作。可是这一种意念的本身啊，它具备的原动力还是来自我们的那个我，或者说是五蕴，以那个我为主宰。那么造业修道呢，其实啊，也是以那个我为主宰。所以修行是从那个有我怎么样突破到无我，到最后的清净的我。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其实啊，就是一个整体的我。这个整体的我呢，我们把它分成有5个部分而组成的。我们知道色身啊，是地水火风组成的，而色蕴呢，是来自我们前面5根跟5尘相接触，由我们的意根升起变化。这个时候啊，这一个色蕴跟前面的，不管是从色尘到这个法尘到色法，这样因为意念起变化，当然起变化会产生作用。这种作用啊，就是外面的色尘缘境因为与这个我而打交道接触之后形成的一个色蕴的现象。因为色蕴形成啊，你所发起的这一种情感作用，我们叫做受蕴。发起了这种情感作用，我们要知道它又有不同的分别。这种分别是因为想法不同，这种想法不同，就是你所起的分别心不同。原来的感受是一种分别，可是经过思考以后呢，又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了。那么这种分别就跟原来自我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想了以后就决定怎么做，这个做就是行为。这个行为有表面的，也有内在的，它是根据你的分别而去取跟舍。我们知道啊，取也是行为，那么舍呢，还是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完成之后，你一定
会得到一个结果。然而你有了智慧的修养，那你原来的感受从想上面你就可以去调整它，那他的行为当然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你的智慧越高，当然就可以调理，可以改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色蕴是相同的，受蕴呢是必须要经过想蕴来调理的。因为色蕴啊，不管你是学佛不学佛的人都是一样的，那么感受呢也都是一样的，它唯一的不同是那个想蕴。因为个人的修养不同，智慧不同，所以它表现出来所行的就不一样。因为他在想的这个上面去下的功夫不一样，当然所得到的结果也就不一样。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间，因为色尘缘境引发你的不自在，当然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这一些个现象，你就会产生不同的意念。那这一种意念发生以后，你如果那个我没有修行，没有具备智慧的修养，那就会随着业在那里转。如果说你根据佛陀的道理方法在那里修行，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去调理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要不只是表象，还可以做深入的看，耳朵听到的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中间，我们要深刻的知道，我们必须要从世俗的我转变为经过法的熏习的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佛陀所说的道理，以及真正的法义，从而才能够达到解脱的目的。所以我们要从五蕴上面去着手，要知道色蕴人人都一样，根据外面的色尘缘境引发你的色蕴，那你的感受呢也都是相同的。只要你是人，不管你是不是个修行人，你的感受也都是相同的。可是唯一的不同就是在想的上面有所改变。所以我们谈修行，就是在这个地方修行，在想行之间建立起一个间隔。也就是当你想到达了这个想蕴升起的时候，不要马上去做，要在这个中间建立起一个间隔，加大它的空间，那么你就有思考的余地，把你的想提升到从想非想一直到非非想，也就是把原有的想加以调整，把那个不好的排除掉，然后转变为好的，那就可以不同于原有的想了。那么不同于原有的想就叫做非想。可是在这个境界还是不够，我们要继续的去增上。当然这就是看你智慧的培养了，以及在智慧上面下的功夫有多少，来决定你的一切。心经事实上它的重点就在怎么样把一个我去做调理。因为我们是因为业而不得解脱。我们都知道所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也就是说，关于受报，不管你是不是学佛的，也不管你有没有修养，同样受报。也就是说，一个因完成一个果，它是完成了以后不会再发生别的了，也就是没有副作用，没有后遗症，不会再造作了，那才叫做一个解脱。否则的话，你那个我认为反正我承受果报我认命因此你还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再造业，从而不清净。那么不清净，你就不能完成解脱。当然那就表示你这个我不自在。要知道任何一个因果清净了
完成了，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会再造作了，那才是解脱了。所以解脱是一个因果完成之后必须是清净的。那么这份清净靠什么呢？其实就是靠你的五蕴的调理，也就是在那个想的上面，怎么样去运用思想，发挥智慧，唯有这个样，你才能够到达自在。因为如果你不得解脱，怎么能得到自在呢？我们一辈子有多少的因果果，那么就有多少需要解脱掉的枷锁。当一个因果的消失而得到解脱的话，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个自在。所以当所有的这些个业因业果都完成了，而且是清净了，那么你的解脱就是清净了，当然你也就自在了。所以我们说观自在菩萨是从道理到他的方法，而这不是一个名相。这里是说凡所有的菩萨都是如此。后面呢又讲到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呢？那我们就要了解咒是真实的语言。那么这些真实的语言，说它是很神妙、很光明，非常能够帮助你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真实的语言了。而后面的咒语呢，则是告诉我们，前面你知道了这些道理，也知道了这些道理方法的好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要认真的去做，好好的去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要做到圆满为止，做到成就了为止。其实学佛就是学习佛陀如何成就道业，而且还要能够把自己得到的利益去帮助更多的人。但是要注意学佛是一辈子的事儿，绝不可能说这几年我有了多少多少修养了，那么以后就不用修了。如果那个样子的话，就会退失。有一句话叫做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想想看，那个船逆流而上，你如果那个桨停下来，这个船绝对不会停在那个地方，它一定会退。你只有不断的划桨，那个不断的划桨叫什么呢？其实就是不断的精进。你唯有不断的精进，你的修养才会越来越高。当然这是以智慧为基础的。所以心经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实就是说用这种智慧的方法去修养，而能够离苦得乐。那么好，截止到今天整部心经的经文就为大家解读完毕了。游部感恩您这28期的陪伴，游部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游部愿您能成此功德之力，成诸佛菩萨慈悲之力，早日明心见性，福慧增长，解怨解结，消除一切怨气。感恩大家，我是游部。藏了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放下，有始了才有得。你悟到了吗？